开学报道那天，考上985的女友突然说专业没选好，想复读。我一想便知，她是为了那个落榜的小竹马。她父母哭求我劝劝她，挣扎一夜后，她站在我的宿舍楼下对我说：“我想好了，不复读了，我们好好在一起。”可就在新生欢迎会上，辅导员点到她名字时，她的手机亮了，是她的小竹马发来的消息：“我的复读班今天开学了，同桌不是你。”我好不习惯，她瞬间僵住，我攥紧她的手，低声警告：“你要是敢走，我们这辈子就完了。”她却丢下一句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拖着行李就离开了学校。叔叔阿姨，你们也听到了，许秋怡说的对，这是她自己的选择，我尊重她，也请你们尊重我。我还要整理宿舍，就不送了。我转身套起了被褥，不再看许家父母一眼，他们最终灰头土脸的走了。我爸气得胸口起伏，拍着我的肩膀：“诗言，别难过，这种女人不要也罢，为了她耽误自己，不值得。”爸，我没事儿，真的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只是没想到她会蠢到这个地步，放着清大不读，非要去陪宋阳复读。发小也打来电话，在电话那头破口大骂：“许秋怡这个渣女，竟然为了宋阳那个绿茶男要复读！诗言，你没事吧？”我没事。我早就知道那个宋阳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整天秋怡姐姐长，秋怡姐姐短的，我听着都想吐。许秋怡也是个瞎子，居然吃这一套。听着发小义愤填膺的吐槽，我心中一片平静。以前我自信的以为我和许秋怡之间的关系很牢靠，所以她和宋阳的事我虽早有预感，但只是我忙着复习，没怎么关注，甚至为了她的一句我不喜欢肆意炫富的人，我拒绝了我妈每个月给我的10万生活费。每天和她一起吃食堂，来不及吃饭的时候她啃面包，我就吃压缩饼干。我放着毕业后继承千亿家产不要，非要陪她拼了命的读书，最终用自己的成绩考上清大。我就是想向她证明，我靠的不是家世。可她不知道，这些年来我偷偷让家里接济了她家多少次，我就是怕她家工厂垮了后会影响她学习。我以为我们考上清大，远离了宋阳，许秋怡就能收心，和我重新开始。是我高估她了，也低估了宋阳的眼泪。我和许秋怡作为高材生，双双考入清大的消息，早就在我们当地上过一次小小的热搜。如今这出闹剧一上映，一个新的词条迅速攀升。清大学霸为落榜竹马一人复读，点进去，评论区炸开了锅。疯了吧？清大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为了个高考落榜的。这女的脑子被驴踢了，什么爱情能比自己的前途重要？我比较好奇那个小竹马是何方神圣，能有这么大魅力？很快，宋阳的照片和信息就被万能的网友扒了出来，于是舆论的风向瞬间变得无比统一。就这，长得还没原配好看啊！这女的眼瞎了，明知道人家有男朋友还勾勾搭搭，绿茶男、男小三儿。我的手机震动个不停，全是亲戚朋友发来的安慰信息，我一条都没回，只是觉得讽刺。第二天，就在我以为这件事会随着时间慢慢平息时，许秋怡的电话又打来了，语气愤怒的向我害了她全家。陆实验，热搜上的事儿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我被他这颠倒黑白的质问气笑了。许秋怡，你是不是复读把脑子读坏了？我有这个闲工夫去炒作你的丑事儿？他噎了一下，随即又理直气壮的要求：“那你现在发个声明，上网澄清一下，就说我们早就和平分手了。我复读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跟宋阳没有任何关系。他现在被网友骂惨了，都哭了一天了。”听着他话语里对宋阳满满的心疼，我嘴角的弧度越发冰了。我为什么要澄清？我们分手是因为你为了别的男人背叛我，你复读也是因为他。许秋怡，我没有义务帮你和你的小竹马去面对你们自己行为的后果。我自认为从我们分手那一刻起，你就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没有欠你一个人情的必要。我没等他说完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拉黑。几天后，清大的校园论坛里，一个帖子被顶上了热门。深八新生陆实验，所谓的天之骄子，不过是靠权势逼迫的恶少。帖子的内容写得绘声绘色，将我塑造成了一个占有欲极强、心机深沉的富家少爷，说我从小就看上了品学兼优的许秋怡，利用家里的权势逼迫他和我在一起，而他和他的青梅竹马宋阳才是两情相悦的真爱，却被我这个恶少活活拆散。帖子还说，许秋怡考上清大后本想和我提分手，和宋阳再续前缘，但我却以死相逼，甚至威胁要动用陆家的势力搞垮许家，他才不得不委曲求全。最后，帖子总结道：许秋怡此次复读不是为了爱情，而是为了逃离我这个恶魔的掌控。许秋怡此次复读不是为了爱情，而是为了逃离我这个恶魔的掌控，是一次勇敢的反抗。下面还附了几张经过精心挑选和 PS 的照片，有我冷着脸看宋阳的，被解读为嫉妒他；有许秋怡皱着眉和我说话的，被解读为对我的隐忍；还有一张宋阳眼含委屈，许秋怡在一旁安慰的，将他们封为了真爱无敌。舆论瞬间反转，前几天还在同情我、怒骂许秋怡和宋阳的网友，仿佛集体失忆了一般，调转枪口，开始对我进行铺天盖地的声讨。我靠，原来是这种剧情！我说学霸怎么会那么傻？原来是被逼的。这个陆实验也太恶心了吧！有钱了不起啊，强扭的瓜不甜不知道吗？心疼宋阳和许秋怡，这简直是现代版的恶霸抢民女。陆实验滚出清大，我们清大不要这种人品败坏的学生，污言秽语不堪入目。我的个人信息，包括手机号、宿舍号，很快全都被人扒了出来。我的手机被打爆，
全是陌生号码的辱骂短信和骚扰电话，甚至有人跑到我的宿舍楼下，指着我的窗户大声叫骂：“陆时宴，这个混蛋，快滚出来！仗势欺人的东西，不要脸！”同宿舍的室友气得不行，撸起袖子就要下去跟人理论，被我拦住了。别去，他们现在情绪激动，你下去也说不清。时宴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他们怎么能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骂你？我看着窗外那些义愤填膺的面孔，心中毫无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这手笔太熟悉了，除了宋阳，我想不到第二个人，也只有许秋意会傻到把我们之间的事情添油加醋的告诉他，让他拿来当做攻击我的武器。他们以为用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就能把我踩进泥里，让他们自己变得清白无辜，简直太天真了。第二天，我向学校请了假，直接空降许秋意和宋阳复读的高中。我坐着顶级豪车来 S1中的消息一出，一群学生立马围攻。天哪，这车一看就很贵，不知道是哪家的大少爷大小姐驾到。听说是去年就毕业了的学长，好像还考上了清大，那不就是陆时宴吗？还上了本市新闻呢。对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去年和他一起考上清大的许秋意，现在就在 S1中复读呢。听说是为了陪小竹马。天哪，这人有病吧？放着清大不上，为了陪小竹马来复读。听到消息的许秋意和宋阳也第一时间赶过来。怎么，你又来劝我回清大吗？烦不烦？都说了我们已经分手了，现在我要陪阿阳复读，能不能别来打扰我们学习？许秋意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轻蔑和不耐烦，仿佛之前和我交往的日子都是他伪装的一样。许秋意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轻蔑和不耐烦，仿佛之前和我交往的日子都是他伪装的一样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我不是来劝你的，我来这里只为一件事，那就是让你们向我道歉。许秋意明显愣了一下。道歉？我的目光落在他身旁的宋阳身上。清大的帖子是你找人发的吧？现在已经对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，我要求你撤回那些帖子，并公开向我道歉。其实这件事我完全可以拜托我爸，只要他出手，不用半小时，有关我负面消息的帖子都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或许是我对许秋意还存在一丝希冀，只要他和宋阳向我道歉，这件事我就不再追究。但许秋意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样，眼里的轻蔑更重。阿阳发的那些帖子，难道说的不对吗？而且是你先欺负阿阳在先，要不是因为网上那些评论对阿阳造成了伤害，他也不会反击。阿阳他这么善良，不像某人只会仗势欺人。说着，他故意拉过一旁的宋阳，两人并肩站得笔直，故意摆出同进同退的姿态。宋阳看着我，带着一丝炫耀的得意。我意识到我把这件事看得太简单了，或者说，我才发现许秋意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烂人。校园里拉拉扯扯，带坏学校风气。我们的事儿不用你管，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多看看书。等着吧，我和阿阳今年一定会一起考上清大，你就等着看吧。就凭他还想考清大，简直是在做梦。宋阳一听不乐意了，当着我的面直接向许秋意抱怨了起来。秋意，他也太过分了吧！我只不过是有一颗上进心，难道也有错吗？他陆时宴就这么看不起我，不就是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吗？阿阳说的对。许秋意伸出手指在他鼻尖勾了勾，再转头看向我时，眼里是止不住的厌恶。陆时宴，你也太过分了！我要你向阿阳道歉，否则那些帖子我们是不会撤回的。我气得不行，这两人简直倒反天罡了。我道歉，他受得起吗？我看你不是脑子糊涂了，你就是一个烂人，烂得彻底。你，我不再顾及两人，直接向着车里的人招手。下一秒，一个西装革履、斯文男人立马下车走了过来。钱律师，不用再考虑了，直接对宋阳发起起诉吧。许秋意立马反应过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起诉阿阳？陆时宴，有必要吗？非要把这件事情闹大才行。他身旁的宋阳眼眶立马红润。秋意，怎么办？时宴是不是在怪我？可我也没做错啊。你当然没错，是你太善良了，才会别人欺负。阿阳别怕，有我罩着你呢。哼，真是感人肺腑。许秋意推开宋阳，几步来到我面前，此时脸上已经堆满了愤怒。陆时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告宋阳？他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男孩子，他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男孩子。我皱眉，用力甩开他。他不懂，许秋意，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，还是在侮辱法律？他不是故意的，他只是太爱我了。够了，收起你那套说辞，求情就该有求情的态度。他似乎被我的气势镇住了，愣在原地。你撤诉吧，这样对大家都好，否则凭你的实力一定会败诉的，因为我会护着阿阳到底，我会给他找来全世界最好的辩护律师。我笑了，没想到他已经自信到这种程度了。我只是陪着他吃了几年苦，就让他这么看清我。我不想再和他多说一句废话。我拿出手机，当着他的面拨通了我爸的电话。我不想再和他多说一句废话。我拿出手机，当着他的面拨通了我爸的电话。爸，是我。事情解决了？没有。我看着许秋意的脸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我现在不仅要告宋阳，
还要陆家撤掉所有对许家的赞助以及合作。我要让许家滚出京城。电话那头的父亲没有丝毫犹豫。好。许秋意像是被雷劈中，浑身僵硬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嘴唇颤抖着。合作？什么合作？你以为你父亲的公司这几年为什么能顺风顺水，接到那么多大项目？我扯了扯嘴角，许秋意，眼神里满是嘲讽。你享受着我陆家带来的红利，却反过来咬我一口。现在，我不过是收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而已。我不过是收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而已。他彻底慌了，冲上来想抢我的手机，被我侧身躲开。陆时夜，你至于吗？不就是一点小事，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对，我直视着他惊恐的眼睛。我就是小气。你和宋阳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电话打完没多久，接到工厂资助停止、即将破产消息的许父许母第一时间打了过来。许父上来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你这个逆女，我打死你！他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许秋意的鼻子，声音都在哆嗦。他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许秋意的鼻子，声音都在哆嗦。我让你好好跟石岩在一起，让你讨她欢心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为了一个这样的男人，你把清大录取通知书当废纸扔了。现在好了，陆家撤掉了所有合作，公司马上就要完了，你满意了？徐母也在一旁哭天抢地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？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全靠着陆家才有的今天？你现在把我们全家都害了！许秋意捂着被打得红肿的脸，梗着脖子反抗。你们只知道钱，只知道合作，你没有关心过我的感受吗？你们只知道钱，只知道合作，你没有关心过我的感受吗？我爱的是宋阳，我不想为了所谓的家族利益牺牲我自己的感情，我不想过那种被安排好的人生。你的人生？许父气笑了。没有陆家，你连现在住的房子都买不起，你拿什么谈你的人生？你们这是在逼我！是我们逼你，还是你自己蠢？我站在一旁冷眼旁观，直到 S1中的领导出来调解，我才离开。后来我从我爸那里听说，许家为了填补陆家撤资留下的巨大窟窿，四处求人，变卖资产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曾经风光的许家，在短短半个月内就陷入了破产边缘，而许秋意这个曾经的天之骄女，也彻底从云端跌入了泥潭，她再也没来找过我。至于宋阳，我的起诉毫无疑问胜出，他因污蔑、造谣等罪状被判了2年。许秋意知道这件事后，还专门来陆家闹我，但是被我父母无情地赶了出去。时间一晃，就到了大学的第一个寒假，高中班级组织了同学聚会，我本来不想去，但发小软磨硬泡说好久没见，我只好答应。我本来不想去，但发小软磨硬泡说好久没见，我只好答应。聚会的包厢里很热闹，我一进去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许秋意。不过几个月不见，许秋意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，她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 T 恤，眼神黯淡，完全没有了当初和我一起走进清大校门时的意气风发。我只扫了一眼，便收回目光，和发小坐到了另一边，大家聊着各自的大学生活，气氛还算融洽。直到一个喝多了的男同学大着舌头指向许秋意：“真行啊，放着清大不上，跑去复读，就为了爱情；放着清大不上，跑去复读，就为了爱情。”兄弟们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为爱冲锋的勇士啊！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许秋意身上。许秋意的拳头握得死紧，脸色涨红，她没有反驳那个男同学，反而猛地抬起头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瞪着我，那苛责的眼神，仿佛那些嘲讽的话是我说的一样。我皱了皱眉，觉得莫名其妙。狗急跳墙了，不咬人开始瞪人了。那顿饭吃的索然无味。聚会结束，我跟发小刚走出 KTV， 就被许秋意拦了下来。陆时月，你满意了？我看着他，觉得好笑。我满意什么了？你别装了！阿阳被判2年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这是他应得的。他突然激动起来。他只是太单纯了，他是被我连累的。如果不是我，他不会做那些事。你为什么不能放过他？看着他这副执迷不悟的样子，我突然觉得很可笑。许秋意，你到现在还觉得他是单纯的？不然呢？他为了我连名声都不要了，不惜去网上发帖，他不是单纯是什么？当初是宋阳在网上发帖造谣我，这都是他的报应。你心里有数，就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，我嫌恶心。许秋意却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，闭嘴，彻底炸了。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落魄成这样，阿阳也不会坐牢。他怒吼一声，扬起手就朝我的脸推了过来。我下意识的后退一步，但那巴掌还是带着凌厉的风声朝我袭来。一只手从旁边伸出，稳稳地抓住了许秋意的手腕。那只手纤细白皙，却异常有力。我愣了一下，转头看去，是温玉清，我们高中的班长。
他依旧是那副清冷学霸的模样，只是此刻眸子里染上了一层薄梦。许秋意，你想干什么？许秋意的手腕被他攥得生疼，他恼羞成怒地吼道：“文玉清，你放开！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，你少多管闲事。同学之间动手动脚就不算闲事。”温玉清的目光从许秋意涨红的脸上移到我身上，短暂的停留了1秒，又转了回去。你为了谁复读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的选择被人嘲笑是你自己要承担的后果。把责任推到一个男孩子身上，甚至想动手打人，这不叫担当，叫无能。许秋意的脸瞬间铁青，他拟了半天，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。他终于受不了这种屈辱的注视，狠狠地甩开温玉清的手，落荒而逃。我对温玉清点了点头，谢谢你，班长。他看着我，目光柔和了一些。不客气。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男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。”我会的。那晚回家后，我收到了2条消息，一条是发小的，此刻正义愤填膺的在微信里帮我痛骂许秋意和宋阳，骂了半天，他冷不丁的问了一句：“班长是不是喜欢你啊？”我看着那行字，脸颊没来由的一热，还没等我回复，另一条消息弹了出来，是温玉清发来的：“安全到家了吗？”我盯着屏幕，脑海里突然浮现出高中3年的零星片段。那时候，温玉清是全校闻名的学神，高冷漂亮，是无数男生暗恋的对象。我只记得她沉默寡言，除了讨论学习，几乎不和人多说一句话。我们之间的交集少之又少。可现在仔细回想，似乎每一次模拟考后，拿着成绩单来找我，冷静地帮我分析错题，告诉我哪个知识点还需要加强的人是他，甚至在我因为和许秋意闹别扭而影响学习状态时，别让无关紧要的事影响你奔向清大的脚步。那些被我忽略的过往，此刻却无比清晰地涌上心头。我定了定神，回复温玉清：“安全到家了，谢谢关心。”他几乎是秒回：“那就好，早点休息。”简单的对话却让我的心底泛起一丝奇异的暖意。发小的消息又弹了出来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我们班长大人铁树开花了。我无奈地回他：“别胡说，我们只是同学。”切，同学会这么护着你？陆实验，你瞒不住我。我没有再回复他。寒假很快过去，返校前，我托律师将一封牛皮纸袋转交给了许秋意，里面装着的是我的律师在起诉宋阳造谣我时调查到的一些资料，有一沓照片和几份文件。照片是宋阳和很多不同女人出入酒店的内容，姿态亲密，甚至有些不堪入目。文件里是宋阳和不同女人的聊天记录，言语暧昧又露，甚至还有一份录音。那个许秋意啊，就是个傻妞，家里有点小钱，还对我死心塌地的。等我过段时间就和他分手。我的律师告诉我，许秋意听完后整个人发了疯一样，把家里的东西砸得稀巴烂，还嚷着要见我。我的律师告诉我，许秋意听完后整个人发了疯一样，把家里的东西砸得稀巴烂，还嚷着要见我。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他，只是想告诉他，他这个人识人不清，白白毁掉了自己的前程。后来我并没有去见他，也没有再理他。再次见到许秋意是在机场，他拖着行李站在值机柜台前，貌似等了我很久。实验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瞎了眼，我是个混蛋，我不该相信他，不该离开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一定好好对你，我再去复读1年，我一定能考回清大的。许秋意，你和宋阳真是天生一对，一个蠢，一个坏，你们俩绝配。说完，我便拉着行李箱走向另一边的 VIP 通道。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年度大瓜？一个清冷的声音自身后传来，我回头看到了温玉清，他拉着一个和我同款的银色行李箱，站在我身后不远处。好巧，班长。他走到我身边，自然的与我并肩而行。是很巧，我们的航班恰好是同一个。我有些惊讶，更巧的是，上了飞机，我发现我们的座位竟然是相邻的。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我坐在他旁边。他侧过头看我，问道：“清大的生活还习惯吗？”挺好的，教授们都很有水平，同学也很好相处。那就好。听说你拿了国家奖学金，很厉害。你也一样啊，华大的国奖含金量可不比清大低。还好。一路上的聊天很愉快，我们从专业课程聊到社团活动，从学校食堂聊到城市见闻。我惊讶地发现，温玉清并不像高中时那般沉默寡言，他知识面很广，谈吐风趣，总能在我抛出一个话题后，迅速地接上，并延伸出更有趣的讨论点。班长，我发现你的话比高中时多了好多。他闻言，耳根微微泛红，声音低了几分。可能是以前没找到能聊得来的人。从那次飞机上的偶遇之后，我和温玉清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。清大和华大只隔了一条街，我们有时会约在2校中间的咖啡馆里一起自习，或
或者在周末去探索这座城市里有名的博物馆和美术馆，或者在周末去探索这座城市里有名的博物馆和美术馆。我们之间有一种无需多言的默契。大一的下学期，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竞赛中，我和温玉清各自带领的团队分别斩获了特等奖。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，我们再次相遇，站在领奖台上，看着台下为我们鼓掌的人群，我转头看向身旁的温玉清，他也正看着我，眼中星光璀璨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似乎为他悸动了一瞬。典礼结束后，他送我回酒店。走在灯火璀璨的长安街上，他突然停下脚步。陆实业，我喜欢你，从高中时就喜欢了。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？我喜欢你，从高中时就喜欢了。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？我愿意。他愣住了，随即巨大的喜悦从他眼底迸发出来，将他整个人都点亮了。他一把拥入我的怀中，抱得紧紧的，仿佛要将我揉进他的骨血里。我的 CP 成真了！我就知道班长对你图谋不轨，从高中我就看出来了。我笑着听他在电话那头咋咋呼呼，心里甜的冒泡。对了，你知不知道许秋意后来怎么样了？我愣了一下，才从记忆的角落里翻出这个早已模糊的名字。我不知道，很久没关注了。我跟你说，他早就完蛋了。我听我们高中同学说的，许秋意复读那一年，成绩一落千丈，上课根本听不进去，天天躲在被子里哭。据说第2次高考成绩出来，他的分数连专科线都到不到，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活该，这就是他背叛你的下场。我静静的听着，心里毫无波澜。那些曾经让我愤怒、让我不屑的人和事，如今对我来说已经激不起一丝涟漪。他们的人生是好是坏，都与我无关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转头看向身边正在认真看书的温玉清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精致的侧脸上，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。他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抬起头对我笑了笑。怎么了？我摇了摇头，也笑了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现在这样真好，以后会更好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和温玉清双双拿到了常春藤名校的全奖哦。出国前，我们回了一趟家。我和温玉清去逛我们以前的高中。校园里很安静，我们手牵着手，走在熟悉的林荫道上，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涩的时光。走到教学楼前，我们意外地遇到了曾经的班主任。老师看到我们，很是惊喜。哎呀，这不是石岩和穆青吗？你们俩在一起啦？我们相视一笑，点了点头。恭喜恭喜！你们俩可真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想当年，我就觉得你们俩特别配。临走时，老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你们还记得许秋意吗？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和温玉清的脚步都顿了一下。老师自顾自地说了下去。那孩子真是可惜了。前段时间我碰到他爸妈，说是他毕业后工作一直不顺心，换了好几个地方都干不长，人也变得特别颓废，整天在家打游戏，什么也不干。他爸妈愁得头发都白了，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要是他当年没那么糊涂，跟着你们一起去清大，现在肯定也是前途无量啊。老师摇了摇头，满脸的惋惜。我静静地听着，没有说话。温玉清握紧了我的手，轻声说：老师，路都是自己选的，怨不得别人。老师愣了一下，随即释然地笑了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路都是自己选的。告别了老师，我们继续在校园里漫步，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我侧头看着温玉清，如果当年我没有和你在一起，你会怎么办？他停下脚步，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。我会一直等，等你什么时候能看到我，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像一颗石子，在我心湖里投下圈圈涟漪。我心中一热，将他拥入怀中。温玉清，你这个笨蛋。他笑着拥住我，脸颊紧贴我的胸脯，声音温柔。只对你笨。我心中一暖，幸好没有错过他，也幸好我们走在了一起。我从身后环住温玉清的腰，下巴抵在他发顶，指尖划过请柬上两人的名字，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笑意。玉清，你看这个版式喜不喜欢？温玉清转过身，抬手替我理了理微乱的衬衫领口，指尖轻轻戳了戳我的胸口。都好，只要是和你，怎么样都好。他顿了顿，拿起桌上的日程本，翻到其中一页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留意。对了，
今天律所那边来了消息，宋阳今天刑满释放了。我脸上的笑意淡了几分，却没放在心上，拉着他坐到沙发上。知道了，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人。他出来也好，进去这2年，该受的教训也受了。只要他不来招惹我们，我懒得再管他的死活。只要他不来招惹我们，我懒得再管他的死活。我不是担心你对付不了他，是怕他破罐子破摔，再做出什么没底线的事儿。当年他能造谣生事，现在坐了2年牢，心里指不定憋着多少怨气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当年我能让他付出代价，现在也一样。更何况我现在眼里心里只有我们的订婚，还有我们以后的日子，别的人别的事儿都掀不起风浪，别的人别的事儿都掀不起风浪。温玉清看着我，轻轻靠在我肩上。好，我信你。不过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们一起面对，别像以前一样自己一个人扛着。我低头吻了吻他的发顶，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妈的，这2年老子受够了！那小子就是个混蛋，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他，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他！你出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找我了。不来找你，我不来找你找谁？要不是为了你，老子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许秋意，你欠我的！为了我，宋阳，你摸着良心说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摸着良心说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骗我，你说你是真心喜欢我，结果你背地里跟那么多女人不清不楚。你说我就是个傻妞，榨干了价值就一脚踹开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放弃清大，能让我家破了产，能复读1年连专科线都够不上。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全都是因为你。宋阳脸上的戾气更重，却又瞬间换上了一副委屈的模样，伸手想去拉他的手，被他躲开了。秋意，那些都是误会，秋意，那些都是误会，是那小子伪造的，是他想拆散我们。你想想，要不是他赶尽杀绝，我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他现在风光无限，马上就要跟那个温玉清订婚了，成了人人羡慕的陆家继承人。我们呢？我们住在这种破地方，连口饱饭都吃不上，你甘心吗？许秋意的眼神晃了晃，3年来的落魄和不甘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手指紧紧攥住了衣角。不甘心又能怎么样？我们斗不过他的，我们斗不过他的。怎么斗不过？他再厉害，也有软肋。他现在最看重的，就是他的名声，还有他跟温玉清的婚事。只要我们能拿到他公司的把柄，或者再闹一场，让他身败名裂，他就完了。秋叶，你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你最了解他。只要你肯帮我，我们一定能把属于我们的东西全都抢回来。到时候我们离开这里，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许秋意看着他，眼里的犹豫越来越重，最终还是缓缓点了点头。我坐在卡座里，看着对面脸色蜡黄、眼神暗淡的许秋意，指尖漫不经心地敲着桌面，脸上没有一丝波澜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时间不多，给你10分钟。许秋意看着我，3年过去，我比当年更成熟稳重，眉眼间的意气风发丝毫未减，反而多了几分上位者的气场。和他记忆里那个陪他啃面包、吃压缩饼干的少年判若两人。他的眼眶瞬间红了，伸手想去抓我的手，被我不动声色地躲开了。石岩，我错了，石岩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3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再后悔。当年是我瞎了眼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不该相信宋阳，不该离开你。我知道我现在没资格求你原谅，可是石岩，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快活不下去了。宋阳他就是个疯子，他出来之后逼着我帮他害你，我不愿意，我真的不愿意。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抬眼看他，眼神冰冷，没有一丝温度。所以呢，你今天来是想跟我说这个？你今天来是想跟我说这个？许秋意的眼泪掉了下来，声音哽咽，身子微微发抖。你让我去你公司上班，随便什么活都可以，我不想再跟宋阳搅在一起了。许秋意，你是不是到现在
还是拎不清。当年你放弃清大，拖着行李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是你自己选的。你为了宋阳跟我撕破脸，让我帮他澄清的时候，是你自己选的。你守着一个骗你的人，毁掉自己的前程和人生，也是你自己选的。我跟你早就没关系了，3年前就没关系了。我的公司不会要你，我的人生更不会再让你踏进来一步。你跟宋阳的事儿，你们自己解决，别来沾我的边。许秋意的脸瞬间惨白，嘴唇抖得厉害。你就真的这么狠心吗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一点都不念吗？感情，早在你丢下一句对不起，转身去找宋阳的时候，就没了。早在你丢下一句对不起，转身去找宋阳的时候，就没了。许秋意，好自为之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，没有一丝回头。怎么样？你见到他了？他什么反应？你有没有拿到他公司的资料？许秋意猛地甩开他的手，积压了3年的怨恨和愤怒彻底爆发。宋阳，你别做梦了，他根本就不可能给我机会。宋阳，你别做梦了，他根本就不可能给我机会。他说的对，我今天的下场全都是你害的。你骗了我这么多年，你根本就不是爱我，你就是把我当傻子耍。你利用我对付他，利用我满足你那点可怜的虚荣心。现在你坐牢出来了，还想利用我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宋阳愣了一下，随即也撕破了脸皮，抬手就想打他，被许秋意狠狠推了一把，踉跄着撞在墙上。被许秋意狠狠推了一把，踉跄着撞在墙上。你他妈疯了！要不是他，老子能坐牢。要不是你没用，连个男人都拿捏不住，我们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告诉你，许秋意，这事儿你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要么跟我一起搞垮他，要么你就跟我一起烂死在这破地方。许秋意看着他狰狞的脸，终于彻底清醒了。他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我真是瞎了眼，当年为了你放弃了清大，放弃了他。我真是瞎了眼，当年为了你放弃了清大，放弃了他，放弃了我本该有的人生。宋阳，我跟你不是一路人。我牵着温玉清的手，正要去订婚宴的场地，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许秋意。他手里攥着一个文件袋，脸色憔悴，却没有了之前的歇斯底里。许秋意走过来，在我们面前站定，没有再看我，而是对着温玉清微微鞠了一躬。温小姐，对不起，当年的事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，不用跟我道歉，路都是自己选的，你最该对不起的人是你自己。这里面是宋阳这些天计划怎么造谣你，怎么找人搞你公司的证据，还有他让我去偷商业机密的录音。他已经疯了，我怕他真的做出什么事儿，伤害到你们。我接过文件袋，没有打开，只是看着他。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？许秋意抬起头，看着我身边眼神温柔、气质清冷的温玉清，眼里满是悔意。我欠你的，欠温小姐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我欠你的，欠温小姐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我只是不想再错下去了。当年在同学聚会上，温小姐说的对，自己选的路，后果要自己承担。我已经毁了我的前半生，不想后半生还跟着宋阳一起烂掉。我已经报警了，宋阳做的那些事，该受的惩罚，他一样都跑不了。我也会离开这里，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他顿了顿，最后看了我一眼。祝你幸福，你跟温小姐要好好的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背影落寞，却又带着一丝解脱，渐渐消失在晨光里。都过去了。我低头看着他，眼里的冰冷尽数散去，只剩下满满的温柔。低头在他额头上印下一个亲吻。都过去了，往后余生，只有你。阳光洒在我们紧握的手上，那些错付的过往，终究成了过眼云烟，而对的人，终将并肩走到最后。